他们已经做了6年以上，因为我们潮汕人喜欢这些咸的，配那个白粥啊什么之类的。大概100斤，韩式的话50斤，这几个小时就卖完了。12点半来这里，我就拼命的播了。魚超龍賣嘅係當地稱之為乾醃嘅蝦蟹，係陸豐特有嘅食法。遊子歸鄉，有人相聚，節日慶典，陸豐人都要嚟返一盤，吸落去有聲，滋滋有味。乾醃嘅美味，製作卻係好簡單。汕尾陸豐東海鎮海產豐富，多達140幾種。每年秋季開漁之後，各種漁獲都會喺呢一度嘅海鮮批發市場打包發往全國各地。每日早上，魚超龍都會嚟到呢度轉行。哦，今天的魚比較新鮮哦。要7港斤好不好？我改啊，我改過去。魚超龍要買嘅係潮汕人稱之為紅星梭子蟹嘅三目蟹。有很少，有高的很少，都是沒有高的，像這樣子的。然後你這要有高，要看這裡嘛。這邊就比較漂亮，就像一個3字紅色的就有。今天排斥比較少，買了3家才100多斤。好，等呢個遞過嚟啦，好。東海鎮烏坎村係海邊嘅小漁村，漁民們早上天未光就會出海捕魚，中午時分靠岸返屋企。12點唔到，魚超龍就嚟到烏坎村海邊，等待漁民們嘅歸航。有冇蝦菇？啊，幾隻行呢嗰啲？是的，啊，那就最後都買了吧。琵琶蝦又叫做蝦菇、瀨尿蝦，分佈廣泛，資源豐富。蝦菇肉質含水分較多，肉味鮮甜嫩滑，淡而柔軟。高肥肉嫩嘅鮮活蝦菇係魚超龍製作上等乾醃嘅首選。我要挑那個有高的，個頭要差不多一樣大，太小了也不好。那高越大，概念起來裡面的筋比較大，吃起來的口感就比較會張牙了。那我們這裡的話就是說，那老人吃的話，那牙都會把它粘掉了。這個膏就比較飽滿，做乾醃的話就最好了。生醃都不好，腥味比較大嘛。潮汕地區有民食汕頭，武食汕尾之說。汕頭人中意用各種嘅調料混合醃製海鮮，保留原味，稱之為生醃。醃製比較講究，視為民食。汕尾人只用海鹽醃製海鮮，稱為乾醃。醃製手法簡單粗暴，視為武食。乾醃用重鹽保存營養，壓制腥味。民食又好，武食又好，蝦蟹嘅鮮活最重要。有5斤就好了，鹽都夠了，夠鹹。清洗好的時候用這個鹹水倒下去，越鹹的話，這個時間要短一點好。半個小時就可以撈起來釣乾。醃製蝦蟹睇落去簡單，主要係要把握鹽水嘅鹹度以及浸泡嘅時間。剛開始是沉在底下的嘛，現在是鹹水泡下去，那個肉就會收縮，然後那裡面有空氣嘛，就會浮上來，那證明就差不多了，這樣子。撈起蝦蟹，瀝乾啲鹽水，再灑上海鹽，剩低嘅就要交俾時間啦。撒點鹽上去，為了是收縮那個水分，然後它那個肉就還會緊實。乾醃嘅時候，海鹽溶解需要吸收熱量，可以降低蝦蟹體表嘅溫度，抑制細菌滋生，方便儲存之餘，仲可以保持營養成分。醃製好嘅螃蟹
去腮去胃，剪開盤就可以攞嚟食。而蝦菇、魚超龍需要進一步處理，先會攞到市場上售賣。這樣子就方便嘛，而且很多人都不懂怎麼包，都很容易扎到手。這個蝦呢，總共有5節，1、2、3、4、5，不管多大多小，都是5個節。按着這裡輕輕的從這裡一包5個一起來，然後這樣子撕開，然後再這樣子就完成了。好早就出外打工，入工廠做鞋、擺地攤賣衫、做走鬼。余超龍最後仲係選擇翻屋企製作乾醃。試問哪一個年輕的20多歲就願意待在這個市場呢？就是有老婆有小孩要養，沒辦法，不是我，是我多捐錢，那我是必須捐錢，因為我沒得吃的。乾醃嘅蝦蟹介乎於生與熟之間，喺海鹽嘅作用之下，肉質變得緊實。紅色嘅膏點綴白色嘅肉，好似美人紅唇，非常驚豔。食乾醃只需要啜一啖，鹹鮮充滿口腔，再加入豉油、醋、辣椒、蒜粒，味覺體驗更加豐富。新醃乾猛，乾醃溫厚，以其生熟難辨嘅味覺體驗，獨步老廣餐台。生與熟只係手段，追求原味先係老廣嘅初心。面對海洋嘅饋贈，老廣從不墨守成規，有時甚至敢於一口生吞大海嘅味道。南方濕熱，秋冬適宜溫補。椰子憑藉住清潤甘平嘅功效，喺老廣嘅餐台上面佔據一席之地。椰子多數嚟自於瓊州海峽對岸，海南種植椰子嘅歷史有2000幾年。文昌近萬畝嘅椰林，撐起海南椰林嘅半壁江山。自古有文昌椰子半海南嘅講法。椰林喺遊客眼入邊係南國風景，而對於文昌人嚟講係生活嘅依靠。這個樹大概15米這樣子，算矮的啦。椰樹通常有15到30米高，可以存活70到80年。對於自細就爬樹嘅傅積銳嚟講，爬樹採椰絕不輕巧，既係苦活、累活，更加係技術活。椰葉太密了，很難入刀。下來了。好累啊，腿太抖啊，那位置太高了，那個滿身都是汗，還有螞蟻咬啊，上面螞蟻咬，哎，剛才這個眼睛難受死了。哎呦，這個有4、50斤了吧？好重，我的頭啊！啱啱摘落嚟嘅椰子，傅積銳會按照成熟嘅程度分類。這蒜拿來搞那個清補涼，這蒜只能拿來喝水，吃椰肉。就聽到椰水在那裡搖晃的響聲，就說明它老了嘛。老的椰核就比較厚一點，然後加上它比較圓，圓的話就可以雕得漂亮一點。傅積銳雖然年紀唔算大，但係從事過好多嘅工作，最終喺3年前翻到家鄉，跟住師傅學習椰雕技藝，以完成自己少年時嘅夢想。以前看人家搞房子的木工師傅，然後雕那些
镂空雕啊，还有那些装饰雕，感觉它雕出来蛮有成就感的。喺外人眼入邊，椰子係水果唯一生食嘅一條途徑。食椰肉、飲椰汁，哪怕係雕椰殼，都同廚房煙火無關。而對於文昌人嚟講，椰子先係刨廚主角、味覺嘅源頭。我準備出海捕一點小魚，然後用椰子油來煎，那小魚挺好吃的。大概有1-2斤这样子，没有什么，人家抓太多了，我们来太晚了，所以就这么点。鱼种比较多，能抓到什么就什么。这鱼刺啊有毒的，这扎到是有些人不是一定會過敏的那種。靠海食海並唔算啲咩咁出奇，但係背靠椰林、面朝大海嘅文昌人，卻可以用一殼嘅椰油調配獨到嘅海洋味道。喺椰肉當中炸出嚟嘅椰子油，清澈透亮，散發出淡淡嘅椰香。用椰油煎炸海魚，焦香當中帶有甜味，無需調味即為佳品。喺文昌，食椰肉長大嘅文昌雞聞名中外。傅積瑞將嫩嘅椰子流汁取肉切塊，透明嘅椰汁同乳白嘅椰肉一齊煮至水滾，放入雞塊，唔放任何調料，水氣彌漫，混雜住椰子嘅清甜、雞肉嘅鮮香。椰子煮雞，無論燉煮幾耐，始終保持住湯甜雞嫩。這種老椰子發了芽的，基本的養分都在椰肉裡面了，這個椰奶就比較足，然後做椰子飯也比較香。即便係發芽嘅老椰子，失去水果生食嘅價值，亦都被文昌人乾坤挪移，生熟轉換，同一棒大米結合，獨佔味道鰲頭。這個椰子可以了，很乾淨了。這裡是飛芽，是椰子純屬營養的地方，椰奶就好濃啊。老椰子椰肉厚實，用專用工具刨絲，加入熱水浸泡，再用布袋擠壓椰汁。老椰子水同蒜末一齊煮開，放入白米煮熟，椰子嘅清甜，蒜頭嘅辛辣，米飯嘅醇香，共冶一爐。海南椰子飯用最簡單嘅方式凝聚最豐富嘅味道。椰子從水果變成食糧，生同熟，睇似係食物嘅兩種存在形態，唔同味覺嘅體驗，卻蘊含因地制宜嘅生存經驗，物盡其用嘅生活智慧。文昌人將椰子煮熟咗嚟食，而潮汕人卻喺生熟之間另辟蹊徑，用大海當中常見嘅蝦蟹炮製成餐台上令人流晒口水嘅溫情毒藥。
今天我們來到這裡的是位於惠州的一個港口。廖素群喺5年前考取咗潛水長嘅資格，喺惠州擔任潛水助教。喺做嘢之餘，佢都會同班 friend 一齊落水，觀察近海珊瑚等生物嘅變化，推廣珊瑚普查技術。比如說，我們這一次可以看到鹿角珊瑚的，過了1、2個月，你再下去，可能鹿角珊瑚不見了。因為水溫升高的話，會導致珊瑚白化的，還是被船錨破壞啦，還是被盜採了，我們都可以去了解。下到去的話，在做記錄的時候，要小心那個海膽，不要被那個海膽刺到就好。海膽大約有1000幾種，生存喺淺海海底。吸收海洋精華嘅海膽黃富含蛋白質，豐富嘅程味氨基酸所帶嚟嘅獨特鮮味，令到佢深受各國食客嘅追捧。佢係食客嘅佳餚，亦都係潛水者嘅噩夢。潛水界有約定俗成嘅規矩，潛水員喺水底唔可以捕撈，甚至觸摸任何嘅海洋生物。所以喺每次落水之前，廖素群總係不忘提醒各位嘅前輩。交叉腳，下了水之後跟人家打個 OK 啊。好，1、2、3。雙月灣水質良好，海底珊瑚種類豐富，影響珊瑚生長嘅因素好多，海膽嘅數量就係其中之一。珊瑚礁裡面，如果海膽的數量越來越多的話，它會覆蓋珊瑚，然後會遮擋一些陽光啊，然後會影響珊瑚的生長。喺廣東海域，要維持生態平衡，控制海膽數量，只能夠依靠漁民。7月正係捕撈嘅好季節。我見到呢一片海域下邊都好多珊瑚喎。你哋撈海，你哋用咩撈㗎？啊，即係用呢個烏鈎咯。用呢個，咁咪會傷害到啲珊瑚咯？會唔會㗎？唔會嘅。咁會唔會撈到冇晒㗎呢邊？唔會嘅，佢撈落去仲會生嘅。就會生翻㗎，嗬。係啊。同廖素群傾偈嘅呢位係當地嘅漁民，叫黃鳳儀。黃鳳儀10幾歲就學識咗潛水撈海膽。佢撈嘅海膽外皮呈現紫黑色，學名叫做中間球海膽，或者係紫海膽。海膽肉生食口感潤滑，唇齒利尖，觸感奇妙，滋味湧動。嗰啲海膽好甜啊！嗰啲肉，因為海膽食好多嗰啲海草啊。生食海膽追求嘅就係食材嘅原味，呢個係老廣體現生鮮嘅極致。處理海膽需要高超嘅手藝，喺大海當中討生活，黃鳳儀係個中高手。哇，這個海膽很肥哦！你看那個膏全部都爆膏了。是5月份、6月份的時候是海膽最肥的時候啦。開海膽不要這麼大力給它開，開下去不平均的時候會破壞那個肉，它就會走膏的。海膽破殼之後，露出排列規則嘅5片橙色生直線，呢個就係食客最愛嘅海膽黃。海膽黃美味，但保鮮期好短。黃鳳儀嘅保鮮秘訣簡單直接，用海水來泡，它不會走那個膏嘛；用碳水，它會走膏的。
味道也不一样哦。放冰箱去就放很久都可以。爸爸摸我吧。我给，爸爸给，没有了，是不是啊？海膽那個產子啊，跟它挑出來啊，都連着那個肉嘛。處理海膽黃係個好精細嘅活，一家三口忙碌起身要3個鐘，先整理出2斤嘅海膽黃。忙咗一日，終於可以享用成果嘅時候。海膽炒飯係當地人嘅最愛，海膽肉落鑊油煎至半分熟。加入雞蛋同炒，蛋液凝固，香氣氤氳之際，倒入米飯。海膽肉散成顆粒，或者3、5聚集，或者係7、8成團。白色飯粒夾雜住焦黃，色彩跳躍，非常之好睇。令到最普通嘅米飯完成驚豔嘅升級。黃鳳儀擅長海膽蒸飯，取鮮活海膽，剪去尖刺，開口去閘，塞入米飯，上籠分蒸10分鐘就可以出鑊。稻香同海鮮2種原味相逢於後廚。遵循原味，所以駕馭生熟從不墨守成規。呢個係老廣料理食材嘅自信。海膽濃縮咗海嘅精華，而蓮藕則吸收湖之靈氣。生食或者熟做，完全係2種唔同嘅口味。32歲的年輕女性，第一胎，好，那主要就是產後這個初乳到現在還沒出。刘玉梅是吧？你好。那待會呢，我們就是根據你情況，我們就推薦一個催乳湯，希望能夠幫助到你。喺廣州南沙區萬頃沙鎮，瀕臨珠江出海口、鹹淡水交界，泥層肥厚，水道縱橫交錯。呢度非常適合種植蓮藕。尤華志係營養科嘅醫生，負責住院病人嘅膳食設計。萬頃沙係佢嘅食材寶庫。新肯蓮藕藕節粗短，表皮偏黃。一般都有4節以上，長度可達50厘米，肥大豐滿，味道鬆糯。節氣同味道點樣相得益彰，暗藏新肯人嘅種藕秘訣。每年嘅11月至來年嘅2月，藕塘入邊係淡鹽水，其餘月份則為淡水。尤華志決定用鹹淡水滋養出嚟嘅新肯蓮藕，作為病人嘅餐單主角。多少錢一斤？這個3塊5。蓮藕最粉的就中秋以後到過年這段時間了嘛。這些就漂亮了，這圓圓肥肥的，比較均勻一點的。帶晒啊！好，好，唔該，拜。用營養嘅標準面對生熟。尤華志經常去到市場揀下選下，一德路係佢經常去嘅地方。哎，老闆有沒有章魚乾買？這個章魚乾是70塊1斤，這個是羊血催乳的嘛，都可以嘗一下。我買一點吧，好吧。好的。章魚乾泡水去除鹽分，蓮藕切塊，水滾加入食材。煲1個鐘，蓮藕章魚豬手花生湯就大功告成啦。湯色暗紅，香味濃郁，章魚乾當中嘅鮮味物質得到咗釋放，
令到豬手嘅脂肪分解，肉質軟糯。呢個係大病初愈病人嘅滋補佳品。寒冷嘅冬季，病人飲翻一啖鮮味嘅熱湯，暖身又暖心。蓮藕切成鎌刀片，將肉剁碎，塞入藕片之間。藕片裹勻麵糊，放入油鑊炸至兩面金黃。呢個就係家常菜藕夾，外表金黃，外焦內嫩，用酥脆嘅蓮藕襯托軟糯嘅肉末，形成鮮明嘅對比。蓮藕不過係素常之物，然而老廣令到樸素嘅蓮藕喺滾湯當中發揮咗滋養嘅功效。生同熟需要温度嘅變化，喺客家人嘅味覺系統當中，生熟嘅味道變遷全靠日升日落嘅往復循環。每年11月秋末稻谷收完之後，梅州地區嘅客家人都會喺地上面種上芥菜。冬至前後，適逢係芥菜將老未老之際，先係炮製口味嘅窗口期。這裡60多畝的梅菜，這菜葉葉邊轉金黃色了，就可以收採了。再黃的話就老了點就不好了。趁住天氣晴朗，鍾勤生一大早就嚟到梅縣松原鎮五星村收採。今年氣候很好，水分也很足，那個菜長得很高的，大概都有90公分，甜甜的，有點辣。最大的、最壯的就可能有7、8斤了一根，普通大概是5斤左右吧。天時地利，風調雨順，芥菜自然長得水靈。梅菜喺客地有近400年嘅種植歷史，交織喺客家人嘅廚房，造就只有媽媽先會做嘅味道。山間平原，土地肥沃，呢個係鍾勤生炮製媽媽味道嘅試驗田。客家人每家每戶都有種梅菜的那個習慣，種這個菜啊，是客家人勤勞的象徵啊。家裡不夠這個菜吃的話，好像不好意思。啱啱收割嘅芥菜，晾曬係功敗垂成嘅關鍵。這菜已經曬了2天了，你看這很軟身了。1畝地，這個生的是5000斤左右，製作成梅菜乾的話，大概是500斤。一畝田1個多月，能夠收穫3000多塊錢吧。顏色係製作梅菜嘅視覺指標。暴曬之後凋萎嘅芥菜入滾水，色澤開始第一次轉換。它的那個菜轉成那個青綠色，燙熟了還曬得乾，曬的時候它容易脫水，太熟的話晾曬的時候那個顏色沒那麼金黃，不好。燙好嘅芥菜需要入缸發酵1晚，喺微生物嘅作用之下形成獨特嘅香味，然後再經歷陽光嘅洗禮。經過1個晚上的發酵，現在轉變顏色金黃色，這樣晾曬大概要4到5天。這梅菜我們客家人又叫長菜，長長久久，常年都有。喺陽光、空氣嘅共同作用之下，菜葉即將乾透之時，鍾勤生將佢放入蒸爐開始蒸煮。再放上蒸呢，可以轉化那個糖，蒸個大概1個多小時。
好香的，还有蜜味的，这是我们客家人几百年的智慧得出来的产品。從生熟之間到全熟糖分完全釋放，顏色轉為棕黃，油光發亮之時，亦都係芥菜改名梅菜嘅時候。這個蒸好的梅菜攤開晾曬，大概3天時間，把它一折能夠折斷，那個就乾了，就整個梅菜的製作過程就完成了。簡單嘅事最難做，常見嘅食物最考人。細節係鍾勤生征服客家人胃口嘅唯一途徑。老的根啊，要把它剪掉，是很硬的，這個吃不了的。它裡面有雜物的什麼東西，要把它選出來。現在我們每年大概收購12萬斤吧。好年份就有好收成。鍾勤生嘅合作社迎嚟咗大豐收。合作社啱啱成立嘅時候係做柚子嘅深加工，做梅菜生意係從06年先開始嘅。這種長條的梅菜是送到東南亞一帶，那裡很多我們客家華人，他們喜歡這個長條的，長長久久，一種好兆頭啊。喺客家人嘅餐台上面，梅菜唔止係一種菜，係客家人執拗喺碗筷當中嘅家園記憶。可以點點下，我買下，冇反皮下，快快得下。好，爸爸，好呀，爸爸。禮孝為本，耕讀傳家。鍾勤生返老家孝敬父母高堂，親自落廚還原媽媽當年嘅手藝。梅菜切小段，五花肉蒸熟，炸透肉皮，切厚片，同梅菜、薑蒜同炒，肉片擺盤，灑返啲梅菜，入鑊蒸40分鐘。著名嘅梅菜扣肉就已經做好啦。蒸熟嘅梅菜吸收豬肉脂肪，顏色從棕黃轉為烏黑。五花肉因為梅菜而減去油膩，變得爽口。古銅色澤幾可透光，菜同肉相互攜手，成就佳話。梅菜炒飯係客家人勤儉持家嘅代表作。梅菜同米飯蒜末落鑊同炒，加返少許葱花翻炒出鑊。梅菜同米飯雖然顏色味道互不混雜，但係喺口腔入邊可以激盪出別樣嘅風情。無論係保持營養嘅生食，定係水火交融嘅熟食，生食有法，熟亦有道，合理搭配，巧妙變化，呢個係水土同文化嘅差異。喺山海之間，喺農耕文明同海洋文明之間，老廣們對生同熟運用自如。喺南中國海，熱帶亞熱帶漁業資源豐富，呢度係一班老廣自古依賴嘅海上良田。距離8月16號南海開漁期仲有8日。陳明呢一班海釣迷們開始咗最後嘅衝刺。從陽江市閘坡碼頭出發，航行24小時，到達第一個釣點油井平台。一摸到魚竿，陳明就開始興奮。3種口味，不同選擇。幾多米中魚啊？魚仲未開口啊？仲未開口，8點零鐘啦，8點零9點鐘啊，開始有魚釣。架好電動竿，陳明就開始抽鐵板。呢個係海釣必備嘅技法之一。用鐵板竿配上鐵板助力，喺海入邊不停抽動。技巧就喺抽動嘅頻率上。
有釣友釣咗條煙仔魚，但係喺出水嘅時候被海浪咬去咗一半。仲掹住嘅，上嚟睇到條海浪啊！嗱，個煙仔頭靚啊！睇住條海浪仲喺度啊，先放口嘅。遠洋出海非常之枯燥，除咗釣魚，真係冇第二啲方法解悶。試下引唔引到啲金槍上水面？琴晚一條魚都冇收穫，陳明今晚係儲足咗力。上2樓睇下個魚情點樣先。陳明好中意大海，從17年前開始第一次海釣就痴迷喺呢度，並且樂在其中。魚層喺6到70米，嗱50米都有，嗱中間呢層就魚層嚟㗎。我哋第一個要揾魚層啦，而家啲技術比較先進啦，睇探魚機就可以睇到個魚層啦。咁第二個要講手法啦。見到探魚機上面密密麻麻嘅魚群標示，老釣手陳明充滿咗信心，用南極蝦做餌，吸引魚群喺呢度游嚟游去。喺魚靠攏過程當中，用鐵板令到佢上鈎。抽筋咁好似，抽筋一定要快頻率。咁啊，而家夜晚就釣夜光板，要發光吸引佢，即係叫仿真理釣法。咁啊，突佢有節奏㗎，3下快，1下慢，2快1慢，3快3慢咁樣。我支竿個頻率就滴咁樣抽，咁啊仿條魚受傷，條魚就攻擊佢。釣友湯大師喺呢邊有魚上釣啦。係一條金槍。比較滿意了啊！今天晚上啊，見到魚了，10斤都有啊！金槍啊，10斤、6、7斤都有啊！好，一條，耶！好唔好啲啊？喺海釣圈入邊，名聲越嚟越響，要陳明攞魚嘅人亦都越嚟越多。陳明乾脆開咗個工作室，做起咗釣口魚買賣。鐵頭鷹角又叫做龍頭蘇眉。海釣迷享受釣魚嘅過程，自家釣魚食唔晒，就送到陳明呢度出售。陳明對刺身有自己嘅理解，佢唔推崇搭配芥末嘅日式食法。煮開水，加啲生抽底料，再放入新鮮嘅魚頭、洋葱、胡蘿蔔、細芹、香菇、八角、月桂等調味，自家熬製嘅醬油，呢個就係陳明嘅味道秘訣。一滴醬油就可以喚醒新鮮魚生嘅海洋氣息。陳明係土生土長嘅廣州仔，熱衷詠春拳，師從詠春智者李志豪。每個禮拜，佢都會抽2日嘅時間嚟同師兄弟一齊嚟切磋武藝。海釣需要身強體壯。整體嚟講咧，阿銘都算打得唔錯㗎啦。訓練2個鐘，體力消耗好大，邀請班師兄師弟師傅一齊去到自己嘅檔口食宵夜。主角依然係嚟自南海嘅魚生。無敵大刺身，簡單介紹一下。嗱咁啊，呢啲魚咧，全部我哋中國南海手釣翻嚟嘅純野釣。海鮮之造就係今晚宵夜嘅主盤。紙鯛，肉質接近金槍魚，口感爽脆，夾帶濃郁嘅魚油回甘嘅味道。西牛蝦嚟自於南沙同西沙交界處嘅火山斷層，肉質偏白，爽口清甜，金黃色嘅蝦膏入口即溶，呢個係蝦中嘅極品。黃尾冬有住夢幻般嘅外表，肉質亦都好似夢幻咁鮮甜。飛魚刺身係陳明嘅至愛，自然唔少得有佢嘅位置。好正，呢個好爽啊！西洋好鮮啊條飛魚，生佢食晒先之後咧，就飲翻啖薑茶，暖暖個胃，再食熟嘅啊，唔可以生熟錯開食。享用魚生嘅方式簡單至極，回歸樸素，
呢個就係老廣面對大海嘅味道哲學。